喝过恒河水的都知道，恒河水苦中带涩，还有点怪味。可我却直接灌了满满一大桶，只因全球病变降临，体内的疾病越多，病变之后就越强。有人患有红眼病，能释放激光切割一切；有人发烧48度半，觉醒烈焰焚身，吞噬万物。而我前世因身体健康沦为食物链底端，最终被抓到矿山，每天25小时挖矿，活活累死。而如今重回到病变前1个月，第一件事就是搜集各种病毒，但那些罕见稀有的病原体可都不便宜。于是我先将房子抵押，获得了88万的启动资金，可我依然觉得不够，又打开手机，张张嘴摇摇头，将能撸的网贷全都撸了个遍，带着白嫖的100万来到了一个酒店。根据前世记忆，今晚这里将会举行一场拍卖会，其中就有着一只携带异变病毒的水熊虫。前世觉醒了水熊圣体的富商林源就曾炫耀过，他就是喝下装有水熊虫的水后觉醒的。而此刻直到拍卖会过半，一个特殊的密封罐才被推上了台，现场众人满脸问号。要知道这次拍卖会的起拍价最低都是30万，可这么个破罐子怎么看都不值这个价格。主持人并未被台下的不满情绪影响，保持着职业性的笑容道：大家稍安勿躁，且听我详细介绍。这个小罐子里装着的是极其罕见的变异水熊虫原体，古玩字画大家都见得多了，可变异水熊虫大家可都没见过吧？虽然冷门，但收藏价值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然而过了好一会，台下却没一个人出价，不管主持人把这一片水熊虫说得多么稀有，却没一个人认可它的收藏价值。唯独我目光火热，直接举起号码牌，30万我要了。此话一出，无数道目光顿时朝着我的方向看了过来，他们没想到还真有人出价，都以为又是哪来的公子哥，钱多的没地花了，就连主持人的眼皮都忍不住抽搐2下，不过脸上依旧保持着职业的笑容。这位先生出价30万，还有没有要跟的？我出35万。话音落下，又有人举起号码牌，喊出了一个稍高的价格。我打眼看去，发现此人并不是前世那位富商林源，不过前世林源能花50万拍下这水熊虫，估摸着就是跟这家伙竞价抬上去的。40万我毫不犹豫，直接再加5万。40万在前面几件拍品的衬托下，似乎不算什么，但花这么多钱去拍一个水熊虫，已经算是大手笔了。然而那出价35万的哥们，见我毫不犹豫就喊价40万，顿时就放弃了竞价。40万，还有人继续跟吗？主持人面带微笑的问道。半晌后依旧无人回应。就当大伙以为要落下帷幕的时候，忽然一道声音又响起：我出45万。众人循声望去，发现出价之人是隔壁府城的大富豪林源后，脸上的表情愈发变得玩味了。这下有好戏看了。林源可不缺钱，见此我眼里闪过一抹凝重，自己手上的资金就100万出头，如果林源执意要跟，我也拿他没办法，必须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于是毫不犹豫举起号码牌，喊出了60万的价格。在场客人们无不瞠目结舌，这小伙子是什么情况？一口气加价20万，不知道的真以为这玩意是什么宝贝呢。林源的眉头也不禁皱了皱，他是有钱，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之所以想要拍下这水熊虫，完全是觉得好玩，但在他心中，这东西也仅仅只配他拿出一点点小钱而已。想到这里，林源再次喊出70万的价格。然而话音还未落下，我便再次跟着出价100万。此话一出，全场寂静，无数道震撼的目光同时看向了我所在的方向。为了一个砸在手里的玩意出价100万，在大家眼里完全就是傻子行为。林源听到后，嘴角也忍不住一抽，将手中号码牌放下，显然是不准备再跟了。最终这罐变异水熊虫原体还是让我给买下，我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花了100万买了别人眼中无用的水熊虫，不过这一切都值得。前世觉醒了水熊圣体的林源，可是号称不灭之躯的存在，不仅防御力高到爆表，受了伤后还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这两个特性无论是哪个，单拎出来都是顶级天赋。而拿到了水熊虫原体后，我正准备回家，背后就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转头看去，发现是一个披着黑色衬衫的眼镜男。我顿时心生警惕，揣在兜里的手握紧了装着水熊虫的密封罐。眼镜男笑了笑，随后自我介绍道：我叫常硕，是水熊虫的卖家，你应该就是刚才买下那只水熊虫的人吧？闻言我眉头微微一皱，心想如果他是后悔把水熊虫卖了，想要赎回去的话，我会毫不犹豫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常硕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想法，露出了个友善的笑容。你误会了，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你花这么多钱买这只水熊虫，背后肯定有哪家大型生物实验室吧？我在英国位于大厦境内的一家生物研究基地工作，这只水熊虫就是我偷偷拿出来的。你如果想要一些稀有的病毒样本，可以找我，一份样本50万，怎么样？而听到这些的我还是表现得面无表情，但其实内心早就狂喜不止了。刚刚还想着从哪里去搞一些稀有病毒，现在常硕就找上门来了。而他见我一直沉默着不说话，则是有些急了。价格方面，你要是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份病毒样本我可以只收30万，但这已经是最低。我强行压抑着嘴角的笑容，故意面露严肃之色。30万还是有点高了。常硕牙关紧咬，30万已经是底价了。你要是觉得不行，我就去找大厦其他的生物实验室了。见对方确实是不会松口，我也只好答应下来。30万就30万。你们研究基地有多少种病毒？常硕想了想道，大概100多种啊，里边大多都是些罕见的稀有病毒。闻言我顿时更加兴奋了。如果我一样要一份，你能拿得出来吗？可以，不过你得先付1半的定金。见此，常硕心中激动无比，要是能做成这一扇大生意，那他往后的日子可就潇洒了。随后与我留了联系方式后，便匆匆离去。如今100多种病毒，一份30万，也就是我最少需要准备3000万。可这么大一笔钱，光靠贷款肯定弄不下来。我的大脑飞速转动，想起江南首富刘凯龙向全世界发布的悬赏，称如若有人能治好其女柳如烟的基因性疾病，则可获得1亿元奖励。而我前世就在柳氏集团旗下的矿场当黑奴，我偶尔听到过矿场内几个小领导聊天，说是柳氏集团在各地疯狂收集天山雪莲，并集中将其销毁。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有个猜测，柳氏集团这么做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天山雪莲会威胁到柳如烟？换一种说法，这天山雪莲会不会就是在病变机缘来临前，能够治疗柳如烟体内的基因性疾病的药？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那只要把这个消息卖给柳氏集团，我的手上自然就不会缺资金。想到这里，我不由有些期待起来，找到刘凯龙公布的电话拨了过去。此刻柳氏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内，刘凯龙坐在桌前，朝着身旁轮椅上的女孩看去，眼中满是愧疚。10年前，柳如烟体内的怪病刚刚显露迹象，便直接将她腾晕在了学校，在英国整整治疗了3年，最后还是无功而返。柳如烟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忍受常人难以忍受
受的剧痛，3年时间便直接让柳如烟双腿失去知觉。如今又过去7年，此刻不仅仅是双腿，就连双臂的知觉也全部消失。咚咚，敲门声音响起，办公室大门随即被推开。我在司机的带领下进入了办公室内，走进来的第一眼便看见了坐在轮椅上的柳如烟。一刹那，瞳孔还是止不住的一缩。在前世，尽管我日日夜夜都在矿场里干活，但也都听说过如烟魔帝那响当当的外号，4个大字令天下人谈之无不色变。在我打量着柳如烟的同时，刘凯龙也在审视着我。就在刚刚，他已经把我的背景全部调查清楚。说吧，你准备怎么治疗我女儿？在这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件事，如果我的方法真能对你女儿的病症起作用，那1个亿的赏金应该就能给我吧？刘凯龙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钱我有的是，就怕你没资格拿，要么你直接说治疗方案，要么就赶紧走。见此，我也不再废话，你女儿的病用天山雪莲熬药即可治好。刘凯龙当即让秘书去准备药材，我的目光时不时地朝着柳如烟的方向看去，没想到前世赫赫威名的如烟魔帝，在觉醒之前竟然如此文静。在我打量着柳如烟的同时，刘凯龙的眼皮子在不断的狂跳，他娘的，这小子还要看我女儿看多久？待会要是你的法子不管用，看我怎么收拾你！2个半小时后，去拿药的秘书终于敲门走了进来。刘凯龙拿起熬好的药，一点一点的让柳如烟喝完。怎么样，女儿，感觉好一点了没？刘凯龙目光紧紧的盯着柳如烟，柳如烟此刻眉头紧皱，而原本那苍白如纸的脸色渐渐浮现出一抹红晕，她那本古井无波的眼神忽然泛起波澜，目光赫然看向了自己的右手。只见那原本早已失去知觉的右手，此刻竟然微微抬了起来，真的管用！刘凯龙一脸震惊，随后便是狂喜。一旁的我也松了口气，虽然一直装得像没事人一样，实际上刚刚也是紧张的不行。柳如烟试了试调动左臂，可这次却并未如她所愿，手臂依旧摆放在轮椅之上，没有动弹丝毫。父亲，左手还不行。他语气中闪过一抹失望。刘凯龙赶忙看向了我，周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你先别急，治疗总要有一个疗程，柳小姐的病需要慢慢恢复，而如今我的治疗方法有效果，那1个亿的赏金是不是应该？刘凯龙大手一挥，对着秘书道，去把1个亿打到周先生的卡里，日后我女儿的病如果真的痊愈，我会再奉上感谢金。一直寡言少语的柳如烟此刻竟然也开口了，谢谢周先生，您对我的恩情我永世难忘。他明眸皓齿的脸上满是感激，不用不用，能治好你的病就行。看着这一幕，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等病变降临那天，这俩人不知道会是个什么表情。而此时，一直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一下，发现是钱到账后，我当即随便找了个借口准备离开。离开柳氏集团后，我当即给长硕发了一条消息，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研究基地的病毒，我全部都要1份。没过多久，对面马上传来回信，没问题，那你把定金准备好，来这个地址线下交易，在一间高档酒店内。我把装满现金的箱子往桌子上一摆，长硕看着里面那满满的现金，激动坏了，给我2天时间，到时候我会把你要的东西都给你。闻言我点了点头，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我那100多种病毒，你能不能把它们都放到一个试管里？长硕整个人不由愣了一下，他用一种极其不解的眼神看向我，这样做的话，那些病毒就失去研究价值了。你一个生物研究院的人，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而且很可能会2次乃至数次不可控的变异，到时候病毒变异成什么模样，谁也不清楚，搞不好一座城市都得沦陷。说到这里，长硕的眼里闪过了一抹恐惧，他可是很清楚，那都是些魔鬼级别的病毒，什么变异埃博拉、变异新型狂犬、变异天花等等，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世人谈之色变的存在。可现在竟然要把这些恐怖病毒放到一起养蛊，这小子是要准备灭世吗？长硕在我身上打量了几眼，心中暗暗揣测，你管我干什么？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并没有因为长硕的话而感到害怕，相反的还兴奋的不行，竟然还有变异这种好事。我可巴不得这些病毒越变越强，最好是变异成一个分分钟毁灭世界的超级病毒。长硕顿时被我的话噎住了，顿了半晌，僵硬的点了点头。反正他拿到钱之后就远走高飞了，到时候不管是想干啥，都跟他没关系。转眼2天时间过去，我把另一半的现金带到酒店后，就看见了早在房间里等候多时的长硕。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小盒子，一根神秘试管出现。按你的要求，我把105种变异病毒全部放了进去。长硕一边说，还一边拿出了一个 U 盘，这里面是这105种病毒的详细资料。我只是看了那 U 盘一眼，便将视线重新挪回到试管上，接着将盒子盖上，装进了口袋中，随后头也不回的直接离开。时间缓缓流逝，很快距离病变机缘降临的日子只剩下了最后几天。今天我收到的一个跨国快递包裹，拆开取出里面仅有的一个小瓶子，嘴角不由勾起一抹笑容。这可是我专门找人从樱花国弄来的宝贝，100%精纯度的核废水。将瓶子安安稳稳放进储藏柜，我的心中不禁升起一抹期待。自打那天从长硕手中拿到了那100多种病毒后，我在接下来的日子依旧没有停下变强的脚步，凡是能想到的变强方法，我都专门去收集了一遍。此刻我的储藏柜里可谓是宝物满满。而在2天半后，蓝星所有人的脑海中同时出现一道声音，病变纪元即将开启，24小时后，所有人类将会迎来进化，体内疾病负面状态越多越严重者，进化层次越高。仅1分钟过后，整个蓝星的互联网都瞬间炸开了锅。这一夜，蓝星上无人安眠，原本身体健康者捶胸顿足，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多生点病，而原本就被病魔缠身之人，此刻却是大喜过望，高呼老天有眼。而我此时待在屋子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几个显眼的瓶瓶罐罐，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则是中间的那条试管。将近1个月时间，里面的病毒绝对变异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我目光又看向旁边的几个瓶子，分别是从拍卖会上买来的变异水熊虫原体，从樱花国代购来的核废水，还有从其他渠道收集而来的致命毒药。我迅速将几个瓶子里的东西混合在了一起，手上多出了一个装着墨绿色不明液体的小瓶。当时间还剩下最后1分钟时，我直接将小瓶打开，猛地灌入腹中，一股火辣的灼烧感率先从舌根处传来，紧接着全身各处爆发出猛烈的剧痛，短短数秒时间便疼得让我近乎快要晕倒。我双目突出，脸色铁青，体表遍布密密麻麻的血管。随着倒计时来到最后1秒，天地间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大手抚过，所有患有疾病痛苦的人类在此刻皆是感觉体内病痛消失。不仅如此，他们还惊奇地发现身体似乎变得不一样了。患有肺癌者呼吸之间吞吐巨量灵气，身体强度指数级提升；皮肤病者表皮变得坚如磐石，刀枪不入；双腿残疾之人2腿有着使不完的牛劲，随便一蹦都能直接蹦出10几米高。柳
柳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内，该死，怎么会突然降临这个病变纪元？柳如烟坐在轮椅上，满脸都写着疑惑和不解，当然还有一抹深深的后悔。因为按照天道意志所说，病变纪元开启后，体内疾病越严重者将会变得越强，而他在这服用天山雪莲的治疗的这段期间，体内的病情已经好转了接近40%，也就是说，病变纪元降临后，他的实力会比原本大打折扣。该死，都怪那个周洛，都怪他！柳如烟咬牙切齿，怒道：“我一定要杀了他！”房间内，刘凯龙的脸色也十分不好看。早知道这个病变纪元会降临，他就不该给柳如烟服用天山雪莲。但现在想后悔也没办法了。女儿，别着急。刘凯龙冷哼一声，周洛这家伙就是个身体健康的普通人，等到病变纪元降临后，他肯定会沦为食物链的底端。而你虽然体内疾病有缺，但这种级别的罕见基因病也能让你一跃成为强者。等病变纪元一开启，我们就把周洛给抓回来，届时你想怎么报仇就怎么报仇。听到这里，柳如烟也只能暂时按住心中的怒意，重重点头。好，父亲，我就等着那个时候，我一定会让周洛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此时的周洛已然是从刚才那痛不欲生的状态中扭转过来，感染水熊虫病毒，获得天赋不灭之体，断肢重生；感染变异狂犬病毒，获得天赋大脑运转速度提升1000%，领悟力提升1000%；感染变异埃博拉病毒，获得天赋金色神血、大地之血，吸收灵气速度提升10000%；感染核污水，获得天赋体质增强1000%，感染一条条增幅效果在周洛身体中出现，每一条增幅效果出现的刹那，周洛都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强度更进一步。检测个体负面状态高达138种，达成百病缠身，正在进行强化融合，融合进度98%，融合进度99%，融合成功，百病缠身，九幽混沌体，九幽混沌体，万法不侵，天律共鸣，心髓玉骨，地血圣心，法同炎灵，神魄化虚。轰！刹那间，周洛只觉得体内爆发出了一股强悍至极的威能。也就在此刻，以周洛为中心，将近半个江南市的范围之内的灵气开始不断收缩，灵气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旋流，不断的汇入周洛的体内。而周洛本身，此刻已然成为了这股灵气风暴的锋眼。初始境1重，初始境2重，初始境3重，周洛的境界正在不断攀升，只是片刻，便直接来到了初始境第9重。可就算如此，周洛还是能感觉到自己依旧在引动天地灵气，灵气漩涡依旧未停，正在源源不断朝着周洛体内汇聚。初始境9重，灵变境1重。轰！周洛浑身一震，此刻的他境界已然是来到了第2境灵变境。饶是前世柳如烟的灾厄圣体，突破到灵变境也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而现在的周洛竟然只用了不到3分钟。不对，还没有停下。周洛再次屏息凝神，体内那如同黑洞一般的丹田依旧在疯狂吞吐。他能感觉到区区灵变境1重远不是他目前的极限。灵变境1重，灵变境2重，灵变境2重，灵变境3重，灵变境5重，灵变境6重，直到最后，周洛的境界停在了灵变境第6重，丹田才渐渐平缓。灵变境6重，周洛轻微感受了一下体内那恐怖的实力，他很确定，只要他想，只需轻轻一挥手，自己所在的这栋公寓大楼便会顷刻倒塌。这便是强者的感觉吗？周洛深吸一口气，嘴角的弧度愈发向上，他终于不是前世那个任人宰割的无害羔羊了。灵变境6重的实力，在目前这个阶段，整个大夏可能只有他这么独一份了。秦思思，我记得你刚觉醒时，也就初始境3重吧？啧，能在我手上撑过一招吗？也罢，待会儿就让你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吧。周洛嗤笑一声，轰隆隆。正当周洛思忖之时，脚下的公寓大楼忽然变得摇摇欲坠，外界也赫然传来几道声势浩大的爆炸之声，就像是有10几颗手雷同时爆炸一样。是他，银甲玄蛟。周洛当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样是前世的这个时间点，在病变纪元刚刚开启时，江南市一所寄宿小学附近忽然出现了一头灵变境1重的银甲玄蛟。由于病变纪元才开启没多久，就算是觉醒前身患重病的人类，此刻也才停留在初始境，因此银甲玄蛟的这一突然出现，直接造成死伤无数，不知多少家庭的孩子都死在了他的手上。那时的大夏秩序还未彻底崩塌，周洛也没有被后来强势崛起的柳氏集团给抓走，而这所小学的位置就在周洛原本的住所附近。可以这么说，周洛几乎是亲眼见证了这场惨无人道的屠杀。我记得前世银甲玄蛟被杀后，他的蛟龙脊会化作一杆银枪，威力十足，正好我手上也缺把武器，就你了。周洛微微一笑，下一刻整个人便瞬间消失在原地。阳光小学大门处，江南市警方看着天空之中那条无比骇人的银甲玄蛟，眼中皆是闪过一抹凝重。此时正值夜晚，阳光小学的孩子们都在宿舍里休息，如果让眼前这条银甲玄蛟到达宿舍楼，那将会死伤无数。先开火，吸引那畜生的注意力，别让他伤害孩子。领头的行动小队队长陈道立马下令，队员们闻言皆是拿起手中枪械，对着天空中的银甲玄蛟就是一顿开火。砰砰砰，无数的火力倾泻而出，可这些原本能轻易秒杀碳基生物的子弹，在触碰到银甲玄蛟的表皮时，却仿佛失去了所有力量，直接被弹开，甚至一点伤痕都没有留下。不过他们的目的依旧是达到了。银甲玄蛟的注意力迅速从学生们身上转移，他那猩红的双目看向大门处的警队队员，眼里闪过一抹不屑。区区蝼蚁也敢来打扰本尊进食？死！下一瞬，银甲玄蛟宛若游龙般飞到警队上空，对着下方就是一记蛟尾横扫。啪啪啪，蛟尾横扫速度极快，一众队员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命中，吐血的吐血，倒地的倒地。原本全副武装的队员们，此刻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该死的畜生！陈道紧咬牙关，嘴角渗出一丝丝血迹。他所率领的队伍乃是今天病变纪元降临后临时组建而成的，队员都是患有重病的觉醒者。可就算如此，他们之中修为最高之人也才初始境3重，跟眼前的银甲玄蛟完全不能比。陈队，支援还有多久到？一众负伤的队员之中，一名披着干净利落的栗子头青年站起身来，目光看向队长，局里说了，他们已经去请人调动军方火力了，估计还要10分钟左右吧。
陈道思忖片刻后答道：“目前整个江南市都不可能出现零变境的强者，因此想要对付这条银甲玄蛟，就只能动用大规模的热武器。1星期前，英国同门大桥出现的那只赤尾风蝎已经证实，这种境界位于零变境的妖兽虽然实力极其恐怖，但依旧抵挡不住大规模热武器的轰击。他的任务只需要在支援到来之前，想尽一切办法拖住银甲玄蛟，不让他对阳光小学的孩子们动手。10分钟吗？”栗子头青年听到这个数字，眼里闪过一抹果决。前泽，你想干什么？陈道见状，心中不禁咯噔一下，顿时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此时，天空上的银甲玄蛟对自己这一击很是满意，不再理会这群失去了战斗力的蝼蚁，重新朝着宿舍楼方向飞去。陈队，我们带了多少手雷？被称作前泽的栗子头青年没有回答陈道的话，而是反问道：13颗。陈道下意识地回道。前泽笑了笑，对着队长说道：“病变纪元开启前，我是腿部残疾。等会儿我负责吸引这头畜生的注意力，然后你们将手雷同时对着那畜生丢过去，我们直接给他屁股炸开花。”陈道闻言，眼里却闪过一抹担忧。可是那畜生实力太强大，你这样会有危险的。队长，我妹妹可还在宿舍里呢，这个任务我不去谁去？前泽闻言，只是随意的摆了摆手。行了，我要出发了，你们可别辜负了我，不然我可要找你们负责的。他半开玩笑的说道。随后，前泽嘴角便咧起一抹笑容，他双眸看向天空中的银甲玄蛟，怒吼一声。畜生，你前爷爷我还没死呢，跑什么？说罢，他重新举起手中的步枪，对着天空中的银甲玄蛟又是一顿狂扫，砰砰砰，如同挠痒般的攻击再次惹怒了银甲玄蛟。他怒吼一声，便重新朝着前泽方向飞来。对，赶紧来找你前爷爷我！前泽大笑一声，在银甲玄蛟飞来的同时，整个人身形如灵猴般跃上了大门口保卫室的楼顶。银甲玄蛟看见前泽不仅没跑，反倒是还来挑衅自己一样，顿时就怒了。他浑身顿时浮现出一抹淡淡的荧光，准备好好给眼前这个蝼蚁一点教训。可就当他飞到了前泽的身前，距离地面只剩下不到10米的高度时，小队中13颗手雷的保险同时被拉开，同时朝着天空上银甲玄蛟的方向丢去，一道剧烈的火焰便瞬间在空中爆开，轰隆隆，声势浩大的爆炸声瞬时传遍了整个江南市。呜呜，银甲玄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给炸得两眼一黑，整个交手都被炸得鲜血淋漓，尤其是那对猩红的双目，此刻更是血肉模糊。剧烈的痛感刺激着银甲玄蛟，使它在天空中漫无目的的乱飞。而前泽那边则由于距离银甲玄蛟距离过近，也遭受波及，身上的防弹衣已经破碎，伤口到处都是，但脸上的笑容却依旧如初。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一跃回到小队之中，对着陈道等人喊道：“兄弟们，开火！”砰砰砰，无数颗子弹飞向那被破开防御了的交手，打得银甲玄蛟嗷嗷惨叫。乍一看，局势似乎已经完全逆转，可陈道他们没想到的是，仅仅过去了不到3分钟，银甲玄蛟那血肉模糊的蛟龙手竟然已经快要愈合，猩红的双目重新睁开，目光扫过四周，最终在地面上重新找到了前泽的身影。此时的前泽已经因为受伤过重而陷入昏迷，但银甲玄蛟可没打算放过他。吼！只见他低吼一声，身形如同银色闪电一般，眨眼间便来到了小队上空。滋滋，银甲玄蛟双爪半握在胸前，一道夹杂着恐怖雷霆之力的光球瞬间开始汇集，恢复速度怎么会这么快？陈道面如死灰，他能明显感觉到那颗雷球只要出手，他们整个小队都会全军覆没。而此刻距离支援到来的时间还剩下5分钟，败局已定。陈道心有不甘，他此刻才真正意识到病变纪元的开启意味着什么。实力，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实力。如果他也是零变境的强者，还会怕眼前这条小蛟龙？陈道缓缓闭上双眼，可过了半天，想象中被雷霆灼身的痛苦却并未传来。陈队，有人来了！这时，一旁队员激动的声音赫然传来：“是支援到了吗？”陈道心头一震，当即睁开双眼，还以为是军队的支援及时赶到。可是当他睁开眼睛后，眼前发生的一切却让他不由愣住。只见那明月高悬的天空之上，一道身影赫然立在半空中，与那银甲玄蛟对立。吼！银甲玄蛟看着眼前这突然出现的男人，眼里不由闪过一抹怒意。自己还没教训完地上的那一群蝼蚁呢，怎么现在又蹦出来个拦路虎？找死！银甲玄蛟心神一动，手中的雷球已经汇聚完毕。只见他两爪一挥，雷球赫然出手，裹挟着狂暴的雷霆之力，直直的飞向前方。雕虫小技，正好也拿来测试一下我的九幽混沌体。半空中的那道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听闻爆炸声而赶来的周洛。他双手背在身后，面对眼前即将到来的狂暴雷球，脸色是岿然不动，完全没有任何惧怕之意。轰！雷球飞行速度极快，瞬间就到达了周洛面前。狂暴的雷霆之力顷刻间炸开，使周围瞬间形成了一片满是毁灭气息的雷霆领域。吼吼！银甲玄蛟看着这一幕，眼里闪过一抹满意之色。这颗雷球可是他竭尽全力的一击，这个半路蹦出来的人类绝对扛不住。接下来就是他享受血食的时刻了。银甲玄蛟欲要掉头离开，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马上从他背后传来：“你想走，我同意了吗？”银甲玄蛟猛然回头，只见那片雷霆领域此刻已经缓缓消散，而领域中心那道负手而立的身影依旧站在其中。九幽混沌体，万法不侵，面色平稳，呼吸绵长，没有半点受伤的痕迹。怎么会这样？银甲玄蛟大惊失色，听闻你的蛟龙脊不错，既然如此，那就留下来给我当兵器吧。周洛咧嘴一笑，不给银甲玄蛟任何反应的机会，当即一掌拍出，一道快要接近整个银甲玄蛟大小的掌印忽然出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拍在了银甲玄蛟的身体之上。轰！银甲玄蛟直接被这一掌给拍向地面，巨大的身躯猛然砸在了阳光小学那无人的操场之上，砸出一个巨坑。这一幕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赶来支援的陈道小队成员，皆是目瞪口呆。实力如此恐怖的银甲玄蛟，竟然在周洛手上撑不过一个回合，此人究竟是谁？吼！被砸落在坑中的银甲玄蛟发出一道不甘的怒吼，还想要起身挣扎，可周洛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来到银甲玄蛟上空，一把掐住他3寸位置，还想挣扎？谁给你的勇气？周洛微微一笑，旋即右手向前一探，一只虚幻大手赫然握住了银甲玄蛟的交手，刺了！虚幻大手猛地用力，银甲玄蛟没有半点反抗之力就被抽出了脊柱，只剩下那无手的蛟龙身还在大坑中摆动，似是不甘就这么死去。银甲玄蛟的脊柱被抽出来
后逐渐开始缩小，最终连同胶手一起化作了一杆亮银长枪。胶手化作枪头，胶脊为枪杆，整把枪一看便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不错，果然不是凡品。周洛将银胶枪拿在手上掂量了2下，心中甚是满意。要知道，病变纪元开启后，决定一个人实力的因素可不仅仅只有修为，掌握多少宝物也是实力的一个至关重要因素。周洛可还记得，前世不乏有一些身体健康、天资平平之人，但就是因为运气极好，获得了一些天地至宝，而导致实力大涨，最终称霸一方。想要成为世间最强之人，这种至宝也绝不能放过。这杆银胶枪虽说不能称之为至宝，但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也算是不可多得的宝物了。周洛将银胶枪背在身后，目光转而看向地面上的阳光小学。经过这一场大战后，阳光小学可谓是处处狼藉，不过好在宿舍楼那一块还算完好，学生们也都安然无恙。当周洛看向那群孩子们的时候，孩子们也同样将目光投向周洛，无数双闪耀着童真的眼睛里，此刻满是崇拜。他们这一辈子恐怕都不会忘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周洛扫视一圈周围，旋即便准备离开。银甲玄蛟已死，他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他的身影渐渐远去，等他彻底消失在众人眼中后，陈道才慢半拍的反应了过来。他迅速给总部拨去一通电话。我是陈道，出现在阳光小学的银甲玄蛟已经被一神秘人出手解决，还有马上呼叫救护车，我的队员有生命危险，要快！离开阳光小学后，周洛带着银胶枪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楼内。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赶快将手中这杆银胶枪给炼化。病变纪元开启后，降临在江南市的第一重大机缘，便是3天后的南山秘境。周洛脑海中闪过回忆，南山秘境乃是前世病变纪元开启后赫赫有名的一次大机缘。秘境中珍宝无数，其中要数最珍贵的，还是一个名为九阳八卦盘的先天至宝。周洛清楚记得，前世获得了九阳八卦盘，被世人称之为挂甲天尊的吴启云，在获得九阳八卦盘之前，只是一个初始境的菜鸟。拿到这件号称最强防御的宝贝后，实力瞬间暴涨，甚至在日后一次兽王攻城之战中，凭借九阳八卦盘一人抗下了一次由5头竞技境兽王联手的进攻。初始境、灵变境、神异境、化灵境、竞技境，这便是病变纪元开启后天道意志所划分出来的5大修行境界。九阳八卦盘一定要拿到手。周洛眼里闪过一抹异彩。前世的这个节点，大家都不清楚秘境的重要性，可他不一样，他是重生者，九阳八卦盘他势在必得。深吸一口气，周洛视线重新回到手上的银胶枪之上，心神一动，一股念头便从周洛脑海中蹦出，直直的窜入银胶枪之中。念头进入银胶枪后，周洛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一股恨意。呵呵，你这小娇还挺记仇，就算是已经死了，也不愿落入我手吗？周洛嘴角微微勾起，语气玩味。不过很可惜，既然你到了我手上，就必须听我的话。话音刚落，残存于银胶枪内的银甲玄蛟意识瞬间被粉碎，这便是九幽混沌体给周洛带来的力量。神破化虚，不开玩笑的说，当今世上绝对没有二者能够在神魂强度上比得过周洛。粉碎了银甲玄蛟的意识过后，周洛便开始着手炼化银胶枪。没有了银甲玄蛟的阻拦，炼化过程可谓是极其顺利，只用了半个小时，银胶枪便已经被周洛打上了神魂烙印。这一刻，周洛才真正感觉到银胶枪成为了他的东西，用如臂驱使来形容也不为过。很好，银胶枪已经炼化完成，在准备前往南山秘境之前，先去解决一件事吧。周洛将银胶枪收好，旋即直接离开了公寓。片刻后，一个居民小区里，周洛悄然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前，咚咚敲响房门。很快走出来一个身形清瘦、面容姣好的女人。周洛，你还真的敢来？秦思思看着门外的周洛，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话音未落，她凭空伸手一抓，体内初始境3重的修为陡然爆发，想要将周洛抓入屋内。可当她触碰到周洛手腕的刹那，却发现不论自己怎么用力，周洛竟然在原地纹丝不动。秦思思，你是不是觉得你初始境的实力很强？周洛看着如同小丑般的秦思思，讥讽的笑道。说罢，他浑身一震，灵变境的气息显露无遗，一股巨大的压迫感直接将秦思思笼罩。灵变境？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灵变境？你怎么可能是觉醒者？秦思思瞪大双眼，死死地盯着周洛，满脸的不可置信。他记得周洛的身体明明什么病都没有啊！秦思思，现在我问你，是谁该后悔了？周洛一脸玩味地看着秦思思，秦思思反应很快，脸上原先那恶毒的神情，此刻瞬间变得乖巧，甚至有一丝谄媚。周洛，你这么强，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说？没等他继续说下去，周洛直接打断，冷笑一声后，手中凭空出现一杆银胶枪。你觉得一个死人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说罢，周洛手中的银胶枪径直向前刺出，枪尖如一道银芒，直接贯穿了秦思思的心口，溅起一抹血花。直到死前，秦思思还是那张满脸谄媚的表情，只不过她的眼中却多了一抹不可置信，完全不知道周洛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果断，竟直接将他杀死。直到最后，秦思思双目间的神采逐渐消散，周洛将枪尖抽出，清瘦的身躯怦然落地，发出一道闷响。第一个仇报了，接下来就是你了，柳如烟。周洛甩干枪尖的鲜血，缓缓离开此地。正当周洛在努力修炼之时，江南市柳氏集团内，柳如烟已经从轮椅上离开，此刻正盘腿坐在地上，感受着天地间的灵气。半晌后，他才缓缓睁开双眼。该死，该死的周洛！若不是他，我的灾厄圣体怎么会残缺至此？柳如烟绝美的脸庞上，此刻却布满了怨恨。她虽然心里早就做好准备，在病变纪元开启后，自己的体质会比原先有所下降，可没想到下降的幅度这么大。她已经知晓，自己原本能够成为传说中的灾厄圣体，修炼速度领先普通人1000倍万倍。可现在，数个疗程的天山雪莲，将她的灾厄圣体给破坏，变成了如今这残缺版的灾厄圣体。修炼速度减缓了一大半不说，那些独属于灾厄圣体的各种天赋也随之远去。如若不是灾厄圣体最关键的一个天赋，起死回生还存在，他真的要心态爆炸了。不过也正因为灾厄圣体残缺的原因，这个天赋他只能使用一次，一次过后便会彻底失效。父亲，找到周洛在哪里了没有？一想到这里，柳如烟就气不打一处来，阴冷的目光瞬间看向一旁的刘凯龙。刘凯龙被柳如烟盯得有些汗流浃背，赶忙摇了摇头道：
我们的人已经找到了他之前住的地方，但那个房子已经在1个月之前被周洛给抵押出去了，而且这段时间里周洛也没有回去过一次。他现在还在不在江南市，都是一个问题。刘凯龙语气有些不确定，那就查他的银行流水，他不管去哪，总归是要用钱吧？柳如烟咬牙道，他算是恨透了周洛。明明此刻的他已经能靠着灾厄圣体，在这新到来的病变纪元中称霸一方，成为世间最强的那一批人，可就是因为周洛，这一切都破灭了。甚至柳如烟都怀疑周洛是不是早就知道病变纪元会降临，所以提前来坑了他。但这个怀疑实在太过离谱，柳如烟也就没有多想。银行那边出了点问题，我们的人都联系不上了，没办法查。刘凯龙叹了口气，自打病变纪元降临后，世界上可以说是乱了套了。他能清楚预见到，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往建立的秩序都会轰然崩塌，实力才是日后的硬通货。对于周洛毁了柳如烟的灾厄圣体这件事，刘凯龙也是恨到了极致。如果能让他找到周洛，他绝不会轻易放过。就在这时，办公室大门忽然被人敲响。刘总，您要找的人，我们找到了。此话一出，柳如烟和刘凯龙皆是精神一振，快进来！刘凯龙大手一挥，秘书抱着一个笔记本推门而入。笔记本屏幕上正播放着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个青年身影正负手立在半空之中，他的对面则是一条巨大的银色蛟龙。紧接着，只见视频中的青年对着银色蛟龙随手挥出一掌，一道巨大的掌印赫然出现在半空，狠狠地轰击在了蛟龙的身躯之上。那威势极其惊人的巨大蛟龙，竟然就因为这一掌直接被拍入地底。接下来就是青年硬取蛟龙脊柱的一幕，可能是拍摄距离太远导致的，视频并不算清晰，但这一幕幕画面却依旧刺激眼球。当然，最关键的是，刘凯龙和柳如烟都认得那随手将蛟龙杀死的青年究竟是谁。周洛。刘凯龙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柳如烟那绝美的眼眸之中，此刻也满是震惊。他为什么会这么强？柳如烟语气十分复杂，他万万没想到，那看上去健康无比的周洛，在病变纪元降临后，实力竟然会变得这么恐怖，这完全比他的灾厄圣体还要猛得多。虽然他目前的灾厄圣体是残缺版本，但柳如烟能明显察觉出来，就算自己的灾厄圣体是完全版，也绝对比不过视频上的周洛。女儿，看来我们不能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下去了。刘凯龙咬了咬牙道，既然周洛这么强，那我们只能去讨好他，再慢慢伺机而动。不管怎么说，我们柳氏集团跟他周洛也算是合作过一次，我还给了他1个亿，这多少算是一份情谊。听完刘凯龙所说后，柳如烟也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他不蠢，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如今周洛明显要强过他不知道多少倍，想要复仇，就只能等日后自己实力提升上来，反超周洛了才行。在这之前，一切就先忍着吧。刘凯龙见柳如烟没有拒绝，心中也是松了口气。他转头看向秘书，去帮我找到周洛的联系方式，我要亲自上门去拜访他。是。秘书应声离去。小区外，周洛正准备离开，兜内的手机却突然响铃，拿起来一看，上面赫然是柳氏集团的电话。周洛见状，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玩味，旋即按下了接听键。我是周洛，有什么事？电话那头立马传来刘凯龙的声音。太好了，真是周先生你，我是刘凯龙，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找你，想要报答你给我女儿治病的恩情，终于让我找到了。刘凯龙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激动。周洛闻言不禁也是有些想笑，正好他本就打算去柳氏集团一趟，直接把柳如烟和刘凯龙给除掉来着，这不自己送上门来了。想到这里，周洛便笑着回道，柳先生，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电话那头很快传来回应，您对我们柳氏集团的恩情之大，在电话里可说不完。周先生，要不这样，您告诉我您的住址，我带着我女儿亲自上门来拜访您。刘凯龙话音刚落，周洛便直接答应下来。好啊，那我把我家的位置发给你，我等你们。将公寓楼的位置发过去后，周洛便缓缓走回去，准备等待二人上门。电话那头收到周洛发来的位置后，刘凯龙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我猜的果然没错，周洛的确惦记着我们柳氏集团给他的这份情谊，能够跟这种级别的强者搭上线，我柳氏集团日后的前程绝对光明一片啊！刘凯龙心情愉悦，他笑着看向柳如烟，女儿，走，我们一起去拜访周洛，你可一定记住了，不要在他面前展露恨意，一切等你实力提升上来后，我们再报仇。柳如烟缓缓点头，轻启朱唇，父亲，我自有分寸，绝对不会让周洛察觉。那就好，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动身。刘凯龙微微一笑，带着柳如烟迅速离开了柳氏集团，朝着周洛住处前去。半小时后，周洛的房门被人敲响。周先生，我是刘凯龙，我跟我女儿柳如烟来拜访您了。随着刘凯龙声音响起，没过多久，房门便被人从里面打开。周洛也在此刻出现在了柳如烟和刘凯龙的视线之中。周先生，您可算开门了。见到周洛后，刘凯龙顿时在脸上堆起了笑容。看着他这副模样，周洛心中不由好笑。在病变纪元降临之前，柳氏集团可是江南市最大的几个企业之一，出门在外可没人敢不给刘凯龙面子。可就是这么一个财富滔天的董事长，此刻竟然在自己面前卑躬屈膝，满脸堆笑。周洛暗暗感叹，这一切可都是实力所带来的。他想也知道，绝对是自己在阳光小学斩蛟龙时被人拍下发到网上，刘凯龙他们看见了才会如此主动的来找自己。不过这也好，刘凯龙和柳如烟主动来找他，也算是帮他省了件事。周先生，你……刘凯龙见周洛半天不说话，当即便想用自己早准备好的说辞来套近乎，可他话还没说完，立马就被周洛给打断。刘董事长，你应该是看见了我在阳光小学杀了那条银甲玄蛟，才找过来的吧？周洛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直接开门见山说道，这直接就把刘凯龙给整不会了。但他反应也很快，立马接道，周先生，您斩蛟龙那一幕，现在可是在网上传遍了，实在是少年英雄，英姿勃发啊！然后呢？周洛继续看着刘凯龙，嘴角挂着一抹淡淡微笑。刘凯龙见状，顿时心里面一个咯噔，难道自己说错什么话了？眼见场面即将陷入尴尬，一旁的柳如烟立刻上前一步，笑意盈盈地看向周洛。周先生，您救过如烟的命，这些天里，如烟一直都在想着怎么报答您，可如烟不论怎么想，都想不出一个法子，所以就想着来当面请教您。说话间，柳如烟再次朝着周洛走近一步，她目送秋波，双颊飞霞，一双含水的美眸紧盯着周洛。
您说如烟该怎么报答您好呢？如烟一定会尽力满足。一阵楚子幽香扑鼻而来，周洛看着眼前的柳如烟，心中不由啧舌，不愧是如烟魔帝，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不是自己是重生者，还真能给柳如烟这副模样给骗过去，甘心做她的裙下之臣了。毕竟柳如烟虽然心狠手辣，但这副长相可是前世公认的天下第一，此女绝不能留。咳，周洛后退一步，轻咳2声，同时目光也看向了柳如烟，嘴角勾起一抹玩味。说到报答，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什么忙？您尽管说。如烟绝对完成。柳如烟顿时大喜过望，但神色依旧未变，依旧是那副处处含羞的美人模样。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就直说了。周洛眼里闪过一抹寒意，语气也瞬间变得冰冷。我想杀了你。话音刚落，周洛手中不知何时忽然多出来一把亮银长枪，枪尖如交手，枪身如交戟，常人只是看上一眼便能感觉到一股森然杀意。柳如烟的心头也在此刻涌起一抹不祥的预感，刚想要后退，下一秒却感觉自己心脏位置突然出现一抹冰凉。噗呲，银胶枪往前一探，如入无人之境般直接贯穿了柳如烟的心脏，数道血花也随之喷洒在柳如烟后方的墙壁之上。周洛速度极快，直到柳如烟双目渐渐失去光彩后，一旁的刘凯龙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周洛，刘凯龙大惊失色，他完全没明白周洛为什么要杀了自己女儿，而且还是如此不留情面，如此果断地取走了柳如烟的性命。难道自己女儿在什么地方惹到了他？来不及多想，在刘凯龙说出这3个字的时候，银胶枪已然从柳如烟心脏位置拔出，紧接着枪头瞬间调转，飞快间便直接贯穿了刘凯龙的心脏。扑通，二者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走廊的墙壁上此刻已然溅满了血花，连杀2人，总共用不到10秒钟，柳氏集团今后便不复存在。做完这一切，周洛心中别提有多畅快了。于私，他已经算是给自己报了仇，把前世虐待自己的柳氏集团给根除；于公，他也算是给天底下除去了一个大祸害。这一世再也不会发生像前世秋河氏的悲剧了。确认完柳如烟和刘凯龙真正的死去后，周洛便也没在此地多待，直接离开了这套他刚买的房子。病变纪元已经开启，房子这种东西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重要，只要实力足够，他想去哪就去哪。这套房子脏了，不好意思，我直接换一套，就是这么任性。周洛离开后，大约过了1个小时，走廊中那原本已经没了呼吸的柳如烟，此刻体内却忽然绽放出一道黑色光芒，黑色光芒迅速遍布他的身体，开始修复着体内外的每一处伤口。不多时，伤口便全部修复完毕。柳如烟也在此刻缓缓睁开了双眼，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旁死不瞑目的刘凯龙，还有四周那满是血迹的墙壁。脑海中的记忆也开始恢复，柳如烟那绝美的俏脸逐渐变得扭曲，怨恨、愤怒，种种负面情绪开始在他心中酝酿。周洛，我柳如烟跟你不共戴天！他银牙紧咬，嘴角都因为用力而渗出血迹，歇斯底里的怒吼着。这时，周洛的邻居房门忽然打开，走出来一个光膀子壮汉。谁特么在发疯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他一出来，眼前这极具冲击力的一幕顿时就让他愣在了原地。杀人！壮汉还没来得及喊出声来，柳如烟便双眸一冷，瞬间来到壮汉跟前，右手掐住了壮汉的脖颈。咔兹！下一刻，壮汉的颈椎立马被捏断。杀完一人，柳如烟却根本没有心理负担，连看都没看壮汉的尸体一眼，他只是径直来到刘凯龙的尸体面前，默默地将他抱起，旋即进入了电梯。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柳如烟的眼角也悄然滑落一滴血泪。周洛，你杀我父亲，又害我灾厄圣体天赋失效，日后我必然让你感受我的痛苦。柳如烟喃喃自语道。2天时间过去，一间房屋内，周洛盘坐在地，随着他一呼一吸之间，周遭的天地灵气不断的汇入他的体内，直到到达一个临界点时，周洛的丹田忽然一震，灵变境6重，灵变境7重，长长吐出一口气。周洛重新睁开双眼，果然如我所料，灵变境7重了。虽然境界突破，但周洛还是觉得有些不满意，能感觉得出来，我的九幽混沌体吞吐灵气的效率十分恐怖，但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呼吸法来辅助转化。周洛摇了摇头，心中有些遗憾，如果有一本好的呼吸法，那他目前的境界绝对不止灵变境7重。南山秘境马上就要开启，希望里面能有一本还不错的呼吸法吧。周洛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上的灰尘后，便直接出了门，离开所在的楼栋后，周洛抬头朝天上一看，只见不远处的天空之中，云层开裂出一道巨大的裂缝，无数道金光正从裂缝之中照射而出。金光照射的位置正是江南市的正南方，一座被当地人称为祁南山的大山，那里就是南山秘境的开启之处了。时间还早，先上网看看我闭关的这2天，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一世有了我这个变数存在，不知发展还会不会跟前世一样。周洛心神一动，当即拿起手机看了好一会儿后，他的脸上不由闪过一抹喜色，看来并没有因为我的重生而导致变化。周洛微微一笑，这对他来说可算是一件大好事。既然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未变，那他作为重生者的福利可就大太多了，能够提前预知一些事情的发生，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好处。大夏内依旧是发展出5大势力，有黑羽王坐镇的百里集团，武藏仙体顾千华坐镇的傲岛顾氏家族，还有骷髅尊杨天鹰所在的骷髅会，以及大夏联盟。唯一有一点不同的是，少了柳氏集团，却多出来了一个前世被柳氏集团收编的江南山庄，就位于我所在的江南市。周洛收回手机，目光重新看向祁南山的方向。如今的他觉醒九幽混沌体，实力已经位列大夏第一，甚至说蓝星第一都不为过。这些势力都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他目前要做的只是去南山秘境找到前世获得了9阳八卦盘的吴启云，只要找到吴启云，就相当于成为了本次南山秘境的最大赢家。该出发了。周洛收回心神，旋即迅速朝着祁南山的方向走去。修为到达了灵变境后，自己的身体素质可谓是强悍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就算是直接御空飞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难处。不过御空飞行这招还是太消耗体内的灵气，除非像是对付银甲玄蛟这种在天空中飞行的异兽之外，并不是特别必要。什么时候到达神异境就好了，到那时想飞就可以随便飞，根本不用考虑灵气消耗的问题。周洛一边朝着祁南山疾奔，一边在心中暗暗想
到，约莫20分钟过去，周洛也是终于到达了祁南山的山脚下。此刻，祁南山山脚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的人。周洛只是略微扫了一眼，便判断出里面大多数人都是觉醒者。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南山秘境不是都没几个人去参加吗？看着眼前乌泱泱的人群，周洛双眼微眯，心中有些疑惑。正想着，不远处的人群忽然有了动静，百里集团的人来了。卧槽，那走在最前面的应该就是黑羽王的妹妹陆玉儿了吧？就是她。听说黑羽王身上的怪病乃是家族遗传，他妹妹的病症虽说比黑羽王轻一些，但也有60%的实力。听着旁边人传来的讨论声，周洛也将目光投向了那人群前方，其中最为瞩目的便是那位穿着一身黑色纱裙的女子。女子看上去年纪不大，估计只有20左右。黑羽王的妹妹。周洛看着迎面正朝着这边走来的陆玉儿，眼里闪过一抹思索之色。他前世的确听过这么一号人，但绝不是在南山秘境这件事之中，而前世的南山秘境里也绝对没有百里集团的影子。看来柳氏集团的倒塌的确让世界线发生了一些变动，不过这无伤大雅。不管是谁来，本次南山秘境的最大赢家只会是他周洛一人，因为只有他知道此次南山秘境中最终获得了九阳八卦盘的人究竟是谁。吴启云，只要找到他，九阳八卦盘可就要易主了。想到这里，周洛便将视线收回，不再看向陆玉儿方向，准备在人群中找寻吴启云的身影。他前世不止一次在电视上见过吴启云，所以很清楚他的长相。以他目前灵变境和九幽混沌体所带来的势力增强，只要吴启云来到现场，就绝对逃不过周洛的法眼。正当周洛准备开始找寻吴启云时，忽然之间，站在他身旁的人群迅速地朝着后边退去。很快，周洛周围就变得空无一人，唯有他静静站在原地。原因无他，因为陆玉儿率领的百里集团正要朝着这边靠近。周围看热闹的人们皆是识趣地让出了一条路供百里集团通行，唯独周洛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动弹，惹得不少人纷纷侧目。这小子在发什么呆？别人百里集团都要过来了，还敢拦在他们面前？牛逼！这不纯纯的愣头青！百里集团还敢去得罪黑羽王扫清泰山市也没发生多久啊！打起来，打起来！正好也让我见识见识百里集团的手段。兄弟，快点过来，别愣着了！围观群众们立马开始窃窃私语，有好事者看热闹不嫌事大，不仅在一旁说着风凉话，还巴不得百里集团直接动手；也有看不下去的人赶紧喊着让周洛过来。这些声音自然全部落在周洛耳中，可他却没有半分退让的意思。前世的他因为实力不够，受的委屈已经够多了，这一世重生归来，觉醒了九幽混沌体后，若是还要处处退让，那周洛觉得自己可以找块豆腐撞死算了。从重生的那一天开始，周洛就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世只有别人让着他的份。周围好心人劝说的话语，并未让周洛移动分毫。也只是这片刻之间，百里集团的人已经来到了周洛跟前。领头的陆玉儿见到周洛站在原地分毫未动，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们百里集团一眼，清冷的双眸不由微微眯起。你没长眼睛啊？敢拦我们百里集团的路，是不是？跟在陆玉儿身旁的一个精瘦男子立马就上前一步，准备好好给周洛一个教训。可陆玉儿却直接伸手拦住了他，退下。陆玉儿朱唇轻启，精瘦男子立马停住脚步，但看他脸色却依旧有些不服。陆玉儿没管他，只是默默向前一步，来到周洛跟前，问道：先生是哪方势力的人？孤家寡人而已。周洛淡淡开口。此话一出，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又坐不住了。我以为这小子也是什么大势力的人呢，敢拦百里集团的路，结果是孤家寡人。妈的，这是活腻歪了吧？敢这样装逼，你别说，还真给他装到了。不过后果妈可救，嘿嘿，装一个逼，把小命给装进去，这买卖真亏吧？陆玉儿听见周洛说自己孤家寡人后，紫眸不由微微闪动，紧接着他便转头对着手下人挥了挥手，不管他，我们走。是。手下人纷纷听令，由陆玉儿带头，一拨人立马分成2拨，从周洛的侧边穿行。这幅举动直接把周围人看傻了。陆玉儿竟然放过了他，真的假的？百里集团什么时候这么软了？连个拦路的小子都治不住？众人皆是不解。要知道，昨天泰山市还传来消息，黑羽王率领百里集团直接将泰山市本土的所有大大小小势力全部清扫，凡是不愿归属他们百里集团的，皆是被无情镇压。手段如此强硬的百里集团，今天竟然放过了挡了他们路的周洛，这又是什么情况？周洛见陆玉儿没有打算找自己的麻烦，也是不由多看了他一眼。如果刚才陆玉儿敢让手下人动手，那他将会毫不犹豫的直接将百里集团的人给全部镇压。不过既然陆玉儿没有这么做，那周洛也乐得清闲。百里集团的人很快就全部从周洛身边走过。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之上忽然出现一道黑影，紧接着黑影由远至近，越来越大，最终化作一名俊秀男子出现在众人眼中。玉儿妹妹。男子刚靠近地面，便直接对着陆玉儿喊道，紧接着他便直接落在了陆玉儿的身边。是江南山庄的3少爷阮岩峰，果然江南山庄也来人了。我就说嘛，祁南山出现这种异象，身为本地的大势力，江南山庄怎么会没动静？听说在病变纪元开启前，江南山庄跟百里集团就是故交，没想到这件事是真的。好家伙，那其他几个大势力的处境可不太妙啊！旁观的人立马就认出来了这俊秀男子的身份。玉儿妹妹，今天怎么只有你过来？你哥哥他呢？阮岩峰落地后便笑着对陆玉儿问道：我哥哥他有别的要紧事处理，所以就只有我过来了。陆玉儿的语气平淡如水，似乎对阮岩峰的这番殷勤并不买账。不过阮岩峰却根本不在意，只是微微点头道：这样也好，我家也只派了我一人过来查看祁南山的情况，这下我们2个之间也可以联手了。说完，他又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周洛，嘴角挂起一抹笑容。玉儿妹妹，刚才的事情我可都看见了，这家伙敢拦你的路，不如我去帮你教训教训他。陆玉儿闻言不禁眉头一皱，来之前我哥哥就告诫过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件事你就别管了。放心吧，玉儿妹妹，我昨天便已经突破到了初始境6重，实力虽然比不过你哥哥，但教训一个毛头小子还是没什么问题的。阮岩峰做了个自认为潇洒的笑容，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就回。说罢，他也不管陆玉儿同不同意，径直就朝着周洛走去。周洛见状，眉头不由微微一皱，亏他刚才还以为能清静一下了，结果竟然突然冒出来这么个舔狗。不过也好，既然这位江南山庄的阮少爷找死，那他也不介意送他上路。回头
头，再把江南山庄也一同灭掉，这样事件线不就跟前世重合了？我真他娘的是个天才！周洛嘴角微微勾起，转头看向正朝着自己走来的阮岩峰，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阮岩峰很快就走到了周洛的面前。因为今天见到了月儿妹妹，所以我心情好。阮岩峰一双细长的眼睛微微眯起，盯着周洛淡淡说道。我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想活就去给我月儿妹妹下跪道歉，我就饶你一命；你若是不想活，那我就杀了你。阮岩峰的语气很平淡，但在场众人听完他这番话后，却无一不背后渗出冷汗。所有人的目光皆是在此刻看向了周洛，想要知道他如何选择。不过大部分人心中其实都有了一个答案，肯定是选择下跪道歉啊！只要周洛不是傻子，那就只有这条路可选，不然的话，选择去死吗？嘿嘿，我就说装逼遭雷劈吧！刚才还搁那一动不动，就是不给百里集团让路。现在好了吧，不下跪就等死，看他以后还装不装逼了。大伙脸上皆是换作了一副看好戏的表情。阮岩峰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嘴角也不由微微勾起，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今病变纪元到来，他们江南山庄作为江南市最强大的势力，必须要好好立下威势。再来查看此次祁南山异象时，自己被大哥好好叮嘱过，不管祁南山今天发生了什么，他都得弄出一些大动静来，让天下人都好好知晓他们江南山庄的名字。以后见到他们江南山庄的人都得毕恭毕敬的，不然今天的周洛就是下场，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让路这件事只是一个借口罢了，没有第三条选项了吗？周洛看着眼前神色倨傲的阮岩峰，淡淡开口问道。没有，跪下或者死，2选1。阮岩峰双眼微眯，心中已有不快，我能让你小子有条活路就已经不错了，结果你还想讨价还价。他决定了，如果周洛再不识好歹，不马上下跪的话，那他就直接出手将其杀死。正当他这么想着的时候，突然之间，阮岩峰只觉得胸口处传来阵阵凉意，低头一看，发现周洛手上不知何时已经多出来一把通体亮银的长枪，长枪的枪尖已然贯穿了自己的心脏处。阮岩峰双目瞪大，开口想要说些什么，但喉头却陡然涌出一股鲜血，瞳孔开始逐渐消散，仅仅毫秒之间便已经失去了生命。噗呲，周洛将银胶枪从阮岩峰胸口处拔出，旋即往地上一甩，枪尖沾染的血液全部被甩落在地。焕然一新，他看着眼前倒在地上双目无神的阮岩峰，嘴角微微勾起。那我告诉你第3个选项是什么，就是我杀了你。整个祁南山脚此刻只回荡着他的声音，在场的所有人已经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幕给深深震撼。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周洛从拿枪开始，直到杀死阮岩峰的过程，仅仅才用了不到1秒，甚至都没看清楚周洛是怎么拿出银胶枪的。此刻，在场众人的心中已经满是震惊，一个个看向周洛的眼神也变得如同看怪物一样。刚才还在嘲讽周洛的那几个人，此刻更是噤若寒蝉，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动静，生怕周洛回头找他们麻烦。不远处的陆月儿此刻美眸中也只剩下震撼和疑惑。周洛究竟是谁？刚才他的视线可是一直在周洛和阮岩峰的身上没移开过。以他目前初始境7重的修为，应该算得上是在场众人里修为最高的一档，也应该是目前病变纪元刚刚开启后修为接近顶峰的一批人了。可就算如此，他依旧是没看出周洛到底是怎么出手杀死阮岩峰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掏枪动作，就像是眼睛一闭一睁，银胶枪的枪尖就已经贯穿了阮岩峰的心脏，实在是恐怖如斯。陆月儿此时为自己刚才的选择感到万分庆幸，还好自己没有像个傻子一样，非要让周洛让路，不然的话，他很确定现在躺在那里的人极大概率不是阮岩峰，而是自己。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周洛心念一动，手中银胶枪忽地开始缩小，最终被他收入了袖口之中。这便是银胶枪炼化后的一个效果，能随周洛心意变化大小，就跟大圣的如意金箍棒一样。在场众人看着这根变魔术一样的效果，又是被深深震撼到了。这种功能在病变纪元到来之前，他们可是只在电视小说上见过了。怎么病变纪元一开启，这种只存在于神话之中的功能就出现在现实了？感受着周围人震惊的眼神，周洛心中十分平静。这种变化大小的功能其实并不罕见，只是现在病变纪元刚开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而已。这世上真正的那些圣器是能够直接收入体内的，这可比变化大小要牛逼多了。就比如南山秘境里面的九阳八卦盘就有这个功能。将银胶枪收回袖口后，周洛便继续开始寻找着吴启云的身影。算算时间，距离南山秘境开启已经只剩下最后10几分钟。吴启云此刻肯定就隐藏在人群中，必须要找到他，不然这么好的获得先天至宝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不知是不是巧合，在周洛将目光看向人群中时，刚好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只见距离周洛不远处的人群里，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精瘦老头正在打量着周洛。见周洛将目光朝自己看过来后，山羊胡赶忙移开视线，生怕周洛注意到他。可已经为时已晚，找到了。周洛眼前一亮，这个山羊胡老头就是他要找的吴启云。前世这老头可没少上过大夏联盟的采访节目，因此这张脸早就被周洛深深记在心里。在找到吴启云后，周洛并没有一直盯着他，而是将目光移开，就像是他刚才只是随意扫了吴启云一眼一样。果然，在周洛将目光移开后，吴启云心中深深的松了口气。没办法，刚才周洛所展现出的实力实在是太过恐怖，那杀人不眨眼的手段也是和平时代前所未见的。若是被这么一个狠人盯上，那他可就不想再继续凑热闹，而是赶快溜人了。事情回归平静，阮岩峰死后，再没人敢看不起周洛了，甚至都没人敢靠近周洛，这就导致原本人头攒动的祁南山脚，此刻十分不自然的流出来了一块空地。空地上除了周洛和阮岩峰的尸体之外，再无其他。周洛自然也乐得清闲，虽然这样显眼了一点，但也不会再有人敢来找他麻烦了。不远处，陆月儿看着一脸淡定、目光平静看向前方的祁南山的周洛，美眸不由微微闪动，思索了片刻后，他轻移莲步，缓缓朝着周洛方向走去。小姐，后边有手下想开口，但立马被陆月儿一个眼神给对了回去。很快，陆月儿来到了周洛身边，这位先生，月儿刚才失礼了，特地给您来赔个不是。他缓缓开口，声音清丽，妥妥的御姐音。周洛见陆月儿竟然来找自己道歉，不由多看了他一眼，这女人不简单，
明明刚才也没招惹到自己，此刻却顶着这么多人的目光来找自己道歉，目的嘛，周洛自然也看得出来，陆月儿这是想来结交自己。不过周洛目前并不想沾染其他，先拿到先天至宝九阳八卦盘再说。行了，你走吧。周洛摆了摆手，示意陆月儿离开。陆月儿见到后，脸上竟然没有浮现出半点不满，而是微微颔首。月儿告辞。说完，他便自个儿又回去了。这一幕，大家伙看的可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牛逼，人家百里集团的小公主过来给他道歉，他是真一点不客气啊！你要是也跟人家一样吗？你也能？这就是强者吗？哎，你们说，他跟陆月儿的哥哥黑羽王哪个更牛逼？这还用想，肯定是黑羽王啊！别人黑羽王可是如今公认的大夏五大强者，这家伙虽然不知道名字，但如果他真的厉害，怎么可能一点名气都没有？你说的也对。阵阵讨论声传入刚回到百里集团的陆月儿耳中，他对这个说法并不否认。在他看来，周洛虽然很强，但也绝对没有自己哥哥厉害。周洛刚才出手斩杀阮岩峰的那奇快速度，哥哥来了也能办到。陆月儿回到百里集团后，所有人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周洛和他身上移开，重新回到了眼前异变的祁南山之上。随着时间缓缓流逝，云层中破出的金色神光已经快要将祁南山给全部笼罩。周洛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最后3分钟了。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微微瞥了一眼人群中的吴启云，只见吴启云也如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看着眼前那镀了一层金色外衣的祁南山，眼里满是震撼。这种场景在病变纪元开启之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出使境二重，刚刚踏入觉醒者行列，速度应该不会太快。周洛暗暗观察了一下吴启云的修为，前世吴启云只说过他是在南山秘境中获得的九阳八卦盘，并未将具体细节说出，所以周洛还是要稍稍提防一下的。如果吴启云有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奇怪能力，导致他盯丢了的话，那可糗大了。轰！正当周洛思忖时，天空之上忽然发出一道巨响，云层瞬间被一道极其广阔的金色光芒全部驱散，旋即整个祁南山都被尽数笼罩。紧接着，大家脚下的大地忽然开始轰隆轰隆地震动，那偌大的祁南山也随着震动开始慢慢一扁。不过片刻时间，祁南山竟然一分为二，露出一道如同天门一般的裂缝，裂缝内透着金色神光，场外人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景象，但在场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这裂缝里面绝对藏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冲啊！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紧跟着山脚下的所有人皆是不要命了一样朝着那道裂缝冲去，其中就包括了吴启云。动了！周洛很快注意到这一点，也立马随着人群，不对，准确的说是跟在吴启云身后一起朝着裂缝走去。不过他并未太过靠前，只是跟吴启云保持了一个10米不到的距离，确保不会跟丢。而吴启云可能是因为身体较为瘦弱，根本挤不过其他那些身强力壮的人，被落在了队伍后头。就在所有人都疯了似的朝着裂缝冲去时，忽然之间，裂缝内多出来了一道巨大的黑影，紧跟着黑影从金光中缓缓走出，众人也都看清楚了他的模样，一条通体漆黑的巨大蟒蛇。这巨蟒体长数十米，腰身更是比水泥柱子还要粗。它刚出现便扭动着巨大身躯，瞬间就来到了人群前方。紧接着，它张开血盆大口，身子只是朝前方微微一探，5、6个幸运儿便立马落入血盆大口，被巨蟒吞入腹中，生死不知。跑跑啊！有怪物！所有人都被吓到了。原本冲在最前方的那些人，此刻更是扭头就跑，恨不得自己没长出4条腿来。但其中也有些胆子大的，不就是条蛇吗？都觉醒了，怕他干甚？都跟我一起上，把这畜生宰了，再进那天门里面找宝贝。这番话还真激励了不少原本准备逃跑的人，他们纷纷稳住身形，准备协力抵抗这巨蟒。可是下一秒，那巨蟒只是轻轻一甩尾巴，那群想要屠蟒的觉醒者们，皆是被全部拍飞出去几10米远，当场毙命。其他还活下来的人，想都没想，登时掉头就跑，其中也包括了吴启云。这一幕幕，皆是被周洛收入眼中。果然，这条守山神兽还是出现了，跟前世一模一样。周洛看着眼前那条正在人群中肆意屠杀的巨蟒，目光闪动，他可是记得这条大蟒蛇可是在南山秘境杀了不少人，也因为他的出现，导致第一批来到祁南山的人伤亡惨重，也没有任何一人能够突破他的防线进入南山秘境。直到后来大夏联盟听闻消息，派强者来支援，众人合力将这条巨蟒杀死后，南山秘境才终于是真正开启。可是这期间具体发生了什么？吴启云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觉醒者，为什么能在最后成为九阳八卦盘的获得者？这一切还得周洛亲自见证。想到这里，周洛默默后退几步，目光紧盯着吴启云，只要吴启云一有什么动静，他立马就会跟上。人群如潮水般退后，很快众人就都回到了祁南山的山脚，可守山巨蟒依旧在后面穷追不舍，每过1分钟就会有10几人死在巨蟒手下。原本那乌泱泱的人群数量正在疯狂减退，不知是不是因祸得福，一开始就被挤在人群后方的吴启云，此刻可谓是占据了逃跑的优势。他回到山脚下后，便迅速找了一棵大树作为掩体，躲在了树的后方。进入掩体后，他还时不时的探头朝着巨蟒的方向瞥一眼，可他不知道的是，距离他不远的地方，一直有一双眼睛正在悄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另一边，守山巨蟒进入人群后，立马就展开了他那凶残的一面，随意一个甩尾，便能直接抽死一大片的倒霉蛋。再一张口，又是几个人被他给活活生吞。方才奋不顾身朝着那扇天门冲去的人们，此刻已经是后悔至极。人群后方一开始就没有选择跟着人群一起冲锋的百里集团，现在的处境极其安全。陆月儿看着眼前这疯狂的屠杀画面，眼里没有半点怜悯，反倒是双眼微眯，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半晌后，他转头看向了自己身后的百里集团众人，轻声道：“你们在原地等我，我去会会这条小虫。小姐，这太危险了，不能去啊。是啊，小姐，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跟黑羽少爷交代？”他一开口，立马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可陆月儿却根本不在意。
无妨，我的能力与哥哥相似，想要跑的话，这小虫抓不到我。可是同样的话，我不想重复第二遍。我带你们过来，不是让你们否决我的命令的。还有人想要劝说，但却立马被陆月儿给对了回去。这下，刚才还跃跃欲试想要劝说的那几人，立马就闭上了嘴。陆月儿也没有愣着，只见他心神一动，背后赫然舒展出一对满是黑羽的翅膀。下一刻，翅膀轻微扇动，他整个人便直接朝着巨蟒的位置飞去。陆月儿此番造成的动静很大，让不远处的周洛也注意到了。这就是跟黑羽王同源的能力吗？周洛仔细观察着那对黑色羽翼，作为九幽混沌体，周洛的眼睛已然被赋予了法同言灵的能力，只需一眼，他便直接看穿了这对黑色羽翼的力量特征。速度，纯粹的速度，怪不得前世的人总说天下速度最快之人，当属百里集团的黑羽王了。就连黑羽王的妹妹所觉醒的这对残缺版黑色羽翼，都能让他的速度变得如此之快，那病情更加严重。觉醒了完全踢黑色羽翼的黑羽王本人速度有多快都不敢想啊！陆月儿俯身横冲至首山巨蟒上空后，只见他驱使着自己的黑色羽翼，对着那巨蟒轻微一扇，咻咻咻，数十根黑羽赫然呼啸而出，直接朝着巨蟒射去。这些黑色羽毛在触碰到首山巨蟒的外表后，并没有像其他人的攻击一样被全部挡住，而是直接穿透了巨蟒的鳞片，深深扎入了肉里。嘶嘶，首山巨蟒疼的身子都抽搐了一下，旋即那冰冷的蛇筒里杀意迸发，一记甩尾便直接冲着半空中的陆月儿抽去。可陆月儿的速度要比他更快，在蛇尾快要抽到他的那一刹，他一个闪身便躲了过去。咻咻咻，躲过了这次攻击后，陆月儿再次使出刚才那一招，数十根黑色羽毛再次扎入了巨蟒的体内，看上去就像是陆月儿占据了优势一样。这一幕也使得其他还在逃跑的人们眼里重新燃起了一抹希望。如果陆月儿能直接解决掉这条巨蟒，那他们岂不是就能进入那扇门了？看着那巨蟒被扎得嗷嗷惨叫的模样，周洛默默地摇了摇头，唇在刮痧啊。他心里十分清楚，这巨蟒虽然看上去被打得很惨，可实际上陆月儿的这两波攻击顶多只是让他有那么点疼罢了，还远远达不到受伤的程度。果不其然，在陆月儿接连几次攻击过后，巨蟒似乎是被彻底惹怒了，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血红色的气息，就如同进入了狂暴状态一样。呼，随着一道破空声响起，一记速度远比之前要快上数倍的甩尾，便直接朝着陆月儿抽打而去。这次陆月儿可没刚才那么从容，明显反应不过来，在蛇尾都快要到他脸上时才赶忙想要躲开，但为时已晚。虽然没有直接命中陆月儿，但这一记攻击也是结结实实落在了陆月儿的翅膀之上。啪！陆月儿整个人直接被从空中抽落，扑通一声便倒在了地上，黑色纱裙上登时沾满了泥土，嘴角也不由渗出血迹。小姐，百里集团的众人赶忙围了上去。陆月儿艰难起身，本就苍白的脸上此刻更是血色全无，如同扶风杨柳一般脆弱。退，快退！他刚想开口说话，下一刻那巨蟒已然游至离他不到10米的位置，血盆大口顷刻间张开，直直的朝着陆月儿扑杀而去。陆月儿的眼里顿时闪过一抹绝望和后悔，他太高估自己了。同样的，他也太低估了眼前这条巨蟒的实力，终究还是病变纪元刚开启，对付巨蟒这种异兽的经验还是太少。正当他绝望之际，一道黑影忽然出现在巨蟒身躯3寸位置，砰！黑影蓄起一拳，对准位置直接轰出，巨蟒瞬间如同被攻击到了要害，整个身子抽搐了一下，张开的血盆大口也迅速合上。嘶嘶，他身躯扭动，瞬间后退了上百米的距离，旋即一对冰冷的蛇瞳死死地盯着多出来的那道身影，是大夏联盟的人。周洛也将目光投射过去，立马就认出来了出手之人的身份，那是一个穿着特殊制服的寸头壮汉，这身制服便是大夏联盟的官方制服。前世周洛与大夏联盟也有些渊源，所以一眼就将其认出。大夏联盟的人果然赶到了，跟前世的发展走向一模一样。周洛又看了一眼吴启云的方向，吴启云依旧躲在那棵大树后边，探头朝着前方战场位置看去，依旧没有要走的意思。看来变数应该要在进入南山秘境后才会发生。周洛原本以为是吴启云触发了什么特殊的开关，导致他提前进入了南山秘境，所以才凭借自身普通的实力获得了九阳八卦盘这件至宝。现在一看，估计这家伙就是纯粹的运气好。与其他人一同进入南山秘境后，他不知道干了什么，误打误撞闯入了九阳八卦盘的存放处，将其拿走。这样的话，那就不浪费时间了。周洛双眸一冷，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出手解决这条巨蟒，就是想观察观察吴启云。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他也不需要再观察了，赶紧解决了这条巨蟒，放吴启云进入南山秘境才是要事。接下来到他出手了，场上战斗依然激烈。陆月儿退场后，巨蟒就跟那大夏联盟的壮汉打得有来有回。不过随着时间缓缓流逝，明眼人也都能看出来，壮汉依旧是落入了下风。那首山巨蟒的实力实在是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不仅强，而且强得可怕。这绝对是一条灵变境的异兽。该死，这条蟒蛇也太他妈猛了！被巨蟒一记甩尾抽得恋恋后退10几步后，壮汉心中已经开始骂娘了。他名为楚汉云，乃是江南市大夏联盟之中的顶尖强者，实力在初始境8重。听闻祁南山出现了异兽巨蟒后，立马就被江南市总部派了过来，协助众人解决。本以为身为江南市大夏联盟的最强者，自己能够轻易解决这条巨蟒，可现在看来根本不是一回事。别说解决巨蟒了，自己都快要被巨蟒给解决了。就在刚才，他已经向总部发送了求助信息，总部也告诉了他，已经派出热武器部队朝着这边赶来，预计还要等个10分钟左右。可他哪里能撑过10分钟？另一边，陆月儿也能看出楚汉云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他咬了咬牙，目光朝着周洛的方向看去。在他看来，在场的所有人里面，要是挑出一个能跟这巨蟒有一战之力的人，就只有周洛了。可是自打刚才他就一直在偷偷观察周洛，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出手的意思。看来这次是进不了这一边的祁南山里面了。不行，得赶紧离开这里。这大夏联盟的人一旦支撑不住，我恐怕也得交代在这里。得赶紧回去通知哥哥。祁南山这一项一看就不简单，说不定里面藏着什么天大的机缘。陆月儿已经打算让手下带着自己一起离开了。可就在这时，他眼中那道
一直站在原地的身影忽然动了，他要出手了。陆玉儿心头一震，只见前方不远处，周洛有了出手的打算后，便直接掏出了袖口里的银胶枪。下一刻，他便已经握着银胶枪来到了巨蟒的头顶。刚刚还因为在跟壮汉的战斗中取得了优势的巨蟒，此刻见到又有一个虫子来到了自己身边，蛇瞳里顿时闪过一抹不屑。紧接着，他便随意的朝着天空中周洛的位置挥出一记尾鞭，蛇尾撕裂空气，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周洛呼啸而去。小心！地面上偶得喘息之机的楚汉云看见这一幕后，赶忙对着周洛吼了一句，想要提醒他，可下一刻，他却忽地瞪大了双眼，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一样。天空之上，周洛看着即将到来的攻击，脸色极其平淡，没有半点惧意。雕虫小技，他只是轻轻抬手一挥，那硕大的蛇尾瞬间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接被拍飞了回去。首山巨蟒更是从尾巴处感受到了一股钻心的痛，比之刚才被壮汉一拳击打3寸时还要浓烈。嘶嘶，一双树瞳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周洛。首山巨蟒正在思考着怎样还击，可他马上就发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人呢？刚才还在自己头顶的人呢？不见了。蛇瞳迅速做出反应，视线不断地扫过四周，可依旧没有找到周洛的身影。就在巨蟒疑惑之时，一道颇有磁性的声音从他头顶的正上方传来：“别找了，我在这儿。”巨蟒吐出蛇信，立马张口想要对着周洛喷出毒液。这毒液可是他压箱底的招数，能瞬间融化一个与他同境界的灵变境强者。可他还没来得及施展，立在巨蟒头顶上方的周洛便直接将手中银胶枪往下一刺，噗呲，银胶枪如入无人之境，瞬间将巨蟒的舌头从上到下捅了个对穿。轰隆轰隆，首山巨蟒的身躯不断扭动，呼吸之间便将其南山脚弄得一片狼藉。可周洛手上的银胶枪却如同被固定在了他的头颅里一样，依旧纹丝未动，直到一道道黑血顺着银胶枪尖流出，巨蟒的身躯也逐渐失去了活力，那双树瞳之中的光芒也开始渐渐消散。不过片刻，首山巨蟒便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病变纪元初期的异兽还是太弱了，根本不够我出手。看着脚底下那冰冷的蟒尸，周洛右手微微发力，银胶枪便从巨蟒头颅里抽出。不应该说是我太强了，他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笑容。这一世，他也算是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强者的感觉，自己已经不是前世那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了。死了！地面上，楚汉云见到巨蟒死后，两个眼珠子差点都要瞪出来了。这条在刚才差点就杀了自己的异兽，竟然被周洛2下就除掉了，甚至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完全就是被碾压。咱们江南市竟然还有这号人！楚汉云赶紧看了2眼周洛，越看越觉得周洛眼熟，这不是前几天斩杀了那条出现在阳光小学上空的银甲玄蛟的神秘男子吗？竟然是他！认出周洛的身份后，楚汉云顿时就不奇怪了。当时正灵病变纪元刚刚开启，大家的实力大部分都还处于初始境前期，面对那条实力在灵变境的银甲玄蛟，只能用威力强大的热武器才能够解决。可就当他们大夏联盟的支援快要赶到时，周洛的忽然出现，直接把所有人，包括他们大夏联盟的总指挥官给干懵逼了。一个人直接就把几近于无敌的银甲玄蛟给手撕，那画面实在是太过恐怖。事情发生后，虽然周洛直接选择离开，但大夏联盟依旧在四处找寻周洛的身影。没想到今天让自己给遇见了。陆玉儿看见周洛一枪就直接解决了首山巨蟒后，心中也满是震撼。这画面怎么感觉似曾相识？貌似跟周洛一击秒杀阮岩峰的时候一模一样吧？就好像踹死了路边一条狗一样，随手的一枪直接把这条灵变境的恐怖巨蟒给干掉了。是我太低估他了。陆玉儿的心里已经重新给周洛的实力下了一个定义，他感觉周洛的实力说不定跟自己哥哥是一个档次的。周洛将首山巨蟒杀死后，现场其他人皆是愣在原地，已经完全被周洛的实力给深深震撼，以至于到现在都没人发觉他们可以进入南山秘境了。周洛看着这群愣在原地的人们，眉头不由微微皱起，这可不行啊！看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自己不先进去南山秘境的话，那其他人估计也不会进，可自己还得跟着吴启云呢，这该如何是好？周洛一时间陷入了两难。不过很快，他便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没有犹豫，周洛直接朝着祁南山那道如同天门般的金色裂缝飞去。众人看见他的动作后，也全部反应了过来。现在唯一的拦路虎巨蟒已经被杀死，不正是进入那道天门的最好时机了吗？他们还在等什么？冲啊！一时间，所有人又恢复了一开始的狂热，纷纷朝着前方冲去。吴启云自然也在其中。陆玉儿和楚汉云二人只是稍作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选择跟着进入了祁南山。不多时，跑得快的已经成功踏入了祁南山金色裂缝的范围，消失在了众人眼中，就像是这裂缝后方有着另一个空间一样。有些较为谨慎的人们原本心中还有些犹豫，但见到许多人都纷纷跟了进去，旋即也都咬了咬牙，一起进入了那金色裂缝之中。而就当所有人都一股脑地往那裂缝里冲时，没有人注意的是，在距离裂缝不远处的一个树丛之中，周洛正隐匿在这里。没错，他并没有选择直接进入南山秘境，而是假装踏入金色裂缝之中，但在临界点时又赶紧撤了回来，找了一个藏身处隐匿，目的就是为了等着吴启云到来，跟他一起进入南山秘境。来了！忽地，周洛眼前一亮，只见前方不远处，位置在队伍后方的吴启云终于是来到了裂缝附近。看着眼前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巨大裂缝，吴启云那张一看就精明无比的老脸上少见的浮现出了一抹贪婪。身为聪明人，吴启云很清楚，病变纪元开启之后，实力才是一切，而自己作为一个觉醒者中的底层，凡是出现这种可能藏着大机缘的异象，就一定要进去参加，不然的话，一辈子都会沦为鱼肉，任人宰割。吴启云没有犹豫，跟在众人后方，直接踏入了秘境之中。而在他进入秘境的下一刻，周洛也已经动身，几乎是同一时间跟吴启云一起进入了南山秘境。眼前白光一闪，凡是踏入裂缝之人，此刻已然是进入了南山秘境之内。周洛也是如此。在视线重新恢复之后，周洛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与其他一同进来的人们一样，正处于一片密林之中。前方不远处有着一块较大的空地，空地上则是有着一座外表古朴的塔形建筑物。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有辨识度的物件，有的只有一片片树丛。被传送到这里的人们，此刻正在四处张望，脸上满是好奇。许多人在观察完四周，发现并没有什么危险后，便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放到了那座小塔之上。很明显，这座塔就是这片神秘空间最为重要的区域。如果有着什么大机缘，也大概
率藏在这座塔内。一些胆子大的已经不再继续停留原地，而是朝着塔的方向走去。有人领头，其他人也纷纷跟上，跟着吴启云一起传送进来。此刻正位于队伍后方的周洛，眼中也不由闪过一抹欣喜。这里便是南山秘境之内吗？虽然南山秘境这4个字在前世都被周洛听得耳朵起茧子了，但无论怎么说，都是他从其他人嘴里听说的。可这次却不一样，是他自己亲身进入。这座塔应该就是那座浮屠塔了吧？周洛看向前方的那座塔形建筑物，浮屠塔乃是南山秘境中最为重要的建筑物。塔内没有别的，只有第1层的一个大厅，以及一条直通塔顶的旋转楼梯。听上去似乎平平无奇，但就是这道楼梯拦住了前世参加南山秘境的所有人，不论是普通觉醒者，还是拥有顶尖天赋的天才，没有一个是能从这道楼梯踏入塔顶的。这件事也成为了前世所有天才心中的遗憾，因为南山秘境在这一次过后，再也没有出现第2次。登上塔顶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没人知晓。可就算是这样，吴启云还是从南山秘境里面获得了先天至宝9阳八卦盘。后面有人问起他是不是登上了浮屠塔塔顶，他却摇头否认。可让他说说自己是怎么获得了9阳八卦盘的，他又闭口不提。他去浮屠塔了。周洛忽然眼神一动，只见距离他不远的吴启云，此时正跟着大部队朝着浮屠塔方向走去。这家伙不是说自己没登过浮屠塔吗？周洛有些疑惑，难不成是吴启云用了什么别人不知道的方法上了塔顶，然后自己不肯说？很有可能。想到这里，周洛立马加快了脚步，二人一前一后进入了浮屠塔内。刚踏入浮屠塔大厅之中，周洛便看见已经有许多人正在尝试着去上那道楼梯。毕竟塔内除了这道旋转楼梯之外，可谓是空空如也。想也知道楼梯上方肯定藏着好东西。不对，我怎么越来越走不动了？可登上楼梯的那群人却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自己每向上走一步，都会发觉脚步越来越沉重，直到最后想要抬腿都抬不起来。可如果产生了放弃的念头，要后退时，却发现大腿又能活动自如了。你们是不是太弱了点？这点楼梯都迈不过去。少部分人却似乎没有感受到压力一样，看着其他停在10几层就走不动的那些人，就跟看智障一样。他们没有管其他停在原地的人，只是赶忙朝着楼梯上方走去。楼梯下方，周洛将这一幕幕都收入眼中。这便是传说中的那道楼梯吗？前世的人们已经将浮屠塔内的这道楼梯给分析得明明白白了。天赋越高，能登上的楼梯层数就越高，这其中完全不看其他任何因素，什么意志力、精神力等等根本没用。不知道吴启云的9阳八卦盘是不是如他所说一样，不是在这浮屠塔内获取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等会跟着他拿到9阳八卦盘后，我岂不是也可以来登塔？周洛忽然想到一件事，以自己这汇聚了100多种负面状态而换取的9幽混沌体，要登上这浮屠塔不是轻轻松松？就看吴启云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了。他上了。周洛目光一凝，前方吴启云已经来到楼梯下方，脸上满是跃跃欲试的表情。在周洛的注视下，吴启云很快就登上了楼梯。走前几阶的时候，吴启云还轻松自如，脸上没有半分不适。但直到他来到15层时，吴启云忽然感觉自己想要迈出一步所要用出的气力比之前要多上数倍。最终他整个人停留在了19层，明明距离20层只差一步，但他就算是咬紧牙关，拼了命的想要抬腿，以至于脸色都变得涨红都不行。操！吴启云猛地爆出一记粗口，他放弃了。虽然放弃，但他看向浮屠塔顶的眼神中依旧满是不甘。明明只需要上个楼梯就很有可能逆转命运，可自己怎么不争气呢？吴启云懊悔至极，他慢慢后退，最终从楼梯上走下，回到了大厅之中。但他也并不想就这么放弃，而是转头朝着浮屠塔的大门处走去，想要去野外的密林中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没想到他前世所说的那番话是真的。周洛眼前不由一亮，这么说的话，那他这次南山秘境之行不就很有可能拿到2份大机缘了吗？真是没想到9阳八卦盘竟然都不是南山秘境中最大的机缘。那这浮屠塔顶上究竟有什么？周洛决定待会儿拿到9阳八卦盘后，一定得上塔顶看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赶紧跟上吴启云才是。在离开浮屠塔后，吴启云凭感觉找了一个方位，直接钻入了密林之中。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奇南山里面怎么会藏着这么大的一片天地？妈的，老子前半辈子真是白活了，应该早来奇南山看看的。吴启云一边在林子中行走，一边观察着四周，直到他往前深入300米后，忽然间，后方传来一道猛兽的吼声，把吴启云给吓得浑身一抖。回头一看，发现自己后边不远的地方，不知何时竟然多出来了一头异兽。这异兽体型健硕，长得跟老虎极其相似，但眉心处却有着一根硕长的独角。跑！吴启云想也没想，当即慌不择路地选了一个方向逃窜。后方异兽自然是穷追不舍。吴启云再弱，毕竟也是个觉醒者，此刻拼了老命逃跑的他，爆发出了完全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速度。但异兽的速度也不慢，稳稳地追在吴启云的身后。很快，吴启云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山洞，山洞的入口十分狭小。吴启云初步判断了一下，发现就算是自己都得侧着身子才能进去。如果能进到里面，那后面这头异兽肯定追不过来，死里逃生了。吴启云心情激动，来到山洞入口处后，便立马侧身钻了进去。果不其然，在他进去之后，那如同老虎一般的异兽真的进不去了。异兽在入口处徘徊了一会儿后，便悻悻地走开了。山洞内，吴启云发现异兽走后，并没有选择从洞口离开，而是转头看向了这黑黢黢的山洞内部，在里面逛逛，说不定又发现。吴启云心中默默想到，他朝着山洞内部走去。山洞内很黑，除了洞口处照射进来的几缕阳光外，便再无任何光源。不过这难不倒身为现代人的吴启云，他立马掏出手机，打开了手电筒。山洞内顿时被照明，吴启云也看清楚了山洞内的构造。山洞不大，估摸着只有几十平米，洞里唯一的出入口便是吴启云进来的那道裂缝。在照亮了整个山洞后，吴启云的目光立马就被一个东西给吸引了。只见山洞最深处的墙壁旁立着一个半米高的石台，石台上方则是摆着一块八卦盘。那是什么东西？吴启云刚想去拿那块八卦盘，此时他的后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这东西原来在这里。吴启云顿时被吓得浑身一颤，他赶忙回头一看，发现自己后方不知何时已经进来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他还十分熟悉，正是在奇南山杀了那条巨蟒的恐怖男子。
再见到周洛的一刹那，吴启云神色一狠，当即不管不顾，直直的朝着那块八卦盘扑去。虽然他不知道周洛为什么要跟踪自己，但周洛刚才所说的那句话也让他知道了一件事：这块八卦盘绝对不简单。如果能拿到它的话，这个念头刚想起的那一刻，吴启云却惊奇的发现自己已经动不了了。回头一看，发现周洛正揪着自己的后衣领，衣服上传来的巨力使他动弹不得，还挺聪明，不愧是挂甲天尊。不过这块八卦盘的主人已经不是你了，安心上路吧。当着吴启云那满脸恐惧和不解的神色，周洛手中银胶枪已然刺穿了他的胸膛。吴启云的双眸逐渐变得灰暗，最终悄无声息的死去。扑通，周洛将吴启云的尸体甩到一旁。你也是该死之人，可别怪我心狠手辣。他看着吴启云的尸体，嘴里喃喃道：前世的吴启云虽然参与过几次抵抗异兽王的行动，但他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纯一个色中恶鬼。如果是单纯好色，那没什么说的，毕竟男人没几个好色的。但这老家伙好色的对象可是一些十分年轻的女孩，这种人死不足惜。周洛没有再管吴启云，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那石台上的八卦盘之上。堂堂先天至宝九阳八卦盘竟然会出现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山洞里。周洛走上前去，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九阳八卦盘拿了起来。在他触碰到九阳八卦盘的一刹那，那原本落满了尘埃的八卦盘上忽然猛地闪过一道金光，紧接着周洛就发现自己的精神力正在被手中的八卦盘给渐渐吸取，但吸取的量并不多，所以周洛只是稍稍皱了皱眉头，并没有选择放手。片刻过后，八卦盘逐渐趋于平静，这是认主成功了。周洛也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跟八卦盘有了一种莫名的联系，据说这种先天之宝都有自己的意识，而且还会认主。现在看来果然是真的，周洛心中满是欣喜。现如今他也算是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件先天之宝了。前世的吴启云一个平平之躯，光靠着一个九阳八卦盘就能站在世间顶峰，获得挂甲天尊这个称号。如今的周洛不仅有着九幽混沌体这种变态体质，又获得了九阳八卦盘这种先天之宝，世上还有谁能比他强？如今九阳八卦盘已经到手，是时候去浮屠塔一趟了。就让我看看这浮屠塔顶究竟藏着什么东西。周洛心神一动，八卦盘直接被他收入体内，他毫不犹豫，转身离开山洞，朝着浮屠塔的位置走去。